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我是村长 Poca。在这个节目里，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同时，我们也将故事绘制成插画，放在本集简介的链接中，以及 YouTube 频道 Poca 故事村。欢迎收看、订阅与分享。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在上一集的节目里，村长原本宣布节目会暂停1个星期，想不到变成暂停了2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是因为村长一家从宜兰回来后，先后确诊。不过好险，这一次的确诊呢，没有像上次一样这么严重。像村长可能就是喉咙痛、全身酸痛，但没有发烧。那大村民，如果你是老听众的话，应该会知道大村民第一次确诊的时候呢，发烧烧到40度以上，我们还因为这样跑了急诊。但大村民这一次呢，就没有烧到这么高，而且2天就退烧了。至于村长的先生吗，就是跟村长一样，全身酸痛、喉咙痛这样，虽然都没有上次严重，可是也因为这样，村长其实有好几天呢，讲话都是有点沙哑的，又加上非常的疲累，因此上个星期的节目呢，也就暂停了1次。不过这星期村长要带给大家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村长呢，现在怀孕已经到了后期，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8月的上半个月就会生小孩。那村长最近也深刻的感觉到身体真的到了极限，所以在下周的节目之后呢，村长决定要来休产假，希望大家可以见谅。那下周的节目呢，就是村长之前有提到的，就是希望在休产假之前呢，可以再进行最后一次的村长信箱。那什么是村长信箱呢？村长信箱就是可以把你想对村民或是村长说的话呢，透过像是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评论的方式，或是透过请我们喝一杯咖啡斗内留言给我们，又或是私讯留言在村庄的各个平台。那这一次的征件其实比较短，直到下个星期2，也就是7月23号为止。欢迎大家可以写信给我们哦。那至于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什么时候会回来呢？现在时间还不是很确定，村长希望做完月子之后，再休息1-2周之后呢，就可以重新更新节目。但是新出生的小村民会是怎么样个性的小孩呢？村长还不是很确定。所以确定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Poca 故事村，或是 Instagram 账号 Poca Story Village， 就可以知道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节目回归后的第一个故事会是小河童和杰西去遥远的国度冒险的故事哦，敬请期待啦。好啦，今天呢，村长闲聊的时间有点太久了，我们立刻进到今天的故事。今天的故事呢，是关于小河童和他的同学玛雅一起在暑假的时候呢，到游泳池游泳的故事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欢迎来到小河童日记。今天的日记是7月21日，炎热的一天。上次的日记，我讲到了我的暑假计划，就是想和杰西一起到村庄外旅游。杰西听到我的提议，立刻答应了。所以我们正规划着在暑假的后半段去个遥远的国家旅游。既然有了暑假计划，我就放心了不少。接下来的时间，我打算好好放松，想发懒就发懒，想睡到自然醒
就睡到自然醒。虽然这么想，但是这几天真的好热哦。即使我想在家里发懒，也都会热出一身汗。怎么可能好好发懒啦？到了今天，我再也受不了。我拿起电话打给刚好不用上画画课的玛雅，然后我们俩就一起搭公车去了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的游泳池。这是间去年夏天才开的游泳池，玛雅和我都不曾来过。以前在小岛，我通常直接去海边就可以游泳了，所以这可是我第一次到游泳池游泳。来到游泳池的门口，有个小小的售票亭，小孩的门票只需要1块钱，而大人的门票则需要2块钱。我和玛雅各付了1块钱后，进到游泳池里。游泳池的入口贩卖各式各样的蛙镜、游泳圈、浮板等等游泳会使用到的道具。不过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租借的方式租游泳圈，除了有一般常见的圆形泳圈外，现场还提供甜甜圈造型、车子造型、飞机造型、动物造型的泳圈。即使我会游泳，不需要泳圈，但也都忍不住想要借一个可爱的泳圈。至于不太会游泳的玛雅，则是借了个甜甜圈造型的泳圈哦。说完游泳圈，来说说游泳池吧。这里有几种不同功能的游泳池，例如专门供村民练习游泳的练习池。游泳池里面会不断产生泡泡的泡泡池，据说这些泡泡会让身体放松，并排走皮肤脏脏的汗水。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用，但我和玛雅坐进去时，我们都被泡泡弄得痒得不断发笑。所以可以确定的是，泡泡池可以排除坏心情哦。此外，还有个较浅的戏水池，供不太会游泳的村民以及年纪较小的村民玩乐。一旁还有强力水柱的水疗池，让爸爸妈妈可以一边用水按摩，一边看小孩。我陪着玛雅在戏水池里玩耍时，我们还发现这个戏水池有海浪的功能哦。我和玛雅一边享受这个海浪的功能，一边忍不住的哇的叫着。这时候听到救生员的哨子声，指着游泳池里的大象与河马喊着：游泳池里请勿跳水。哎呦，原来那不是游泳池的海浪，而是有人违规跳水呀。而这个游泳池里最受欢迎的就是螺旋形状滑水道，也就是游泳池里的
溜滑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好喜欢这个功能。而这也是我特别来这座游泳池的原因。我们俩辛苦地爬上好几层高的楼梯后，从最高处往下看，突然觉得有点紧张，不敢相信等等就要从这么高的地方往下滑，但还来不及紧张太久，救生员叔叔就请我们依序溜下溜滑梯。我先听到玛雅哈哈哈哈的笑声消失在滑水道的深处后，带着有点忐忑的心情也跳进滑水道中。与一般的溜滑梯不同，滑水道里头有小小的水流不断带你往下流。起初滑行的速度并不快，但随着滑水道越来越蜿蜒，滑行的速度越来越快，加上里头黑漆漆的，让人觉得更加刺激，忍不住大叫了起来。然后哗啦的一声，我冲出了滑水道，并扑通的掉进游泳池里，溅起水花。伴随着玛雅哈哈哈哈的笑声，我也忍不住哈哈哈哈的笑了起来。虽然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在海里游泳，但是不管是什么也无法取代滑水道的刺激与有趣。玛雅，我们再玩一次吧？不，至少要再玩2次。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之后，也想问问大家，这个暑假你有没有曾经到游泳池游泳过呢？那村长前几个星期的时候呢，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游泳池游泳，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真的不知道可以带大村民去哪里玩。那再加上村长现在已经有一点走不动了，但是在游泳池里面走路，因为有水的帮助，所以走路比较轻松，因此前一阵子村长很常去游泳池哦。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那再次提醒大家，村长信箱征件中，那这一次的征件直到下个星期7月23号为止哦，敬请把握。那如果你喜欢小河童，欢迎到村庄的小商店购买小河童造型抱枕。台中的朋友也可以到台中的夫妻脸咖啡厅现场购买哦。那如果你喜欢小河童的故事，也可以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小河童成长系列绘本，一共4册。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故事，也欢迎您用1杯咖啡的钱支持我们哦。好啦，那波卡村长的故事时间，我们下周再见了。